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端午回乡，中专堂哥带了个女博士回家，亲戚们都夸表哥有本事，训女人有一手，还是林强厉害，直接找个女博士，以后小孩家教钱都省了，不比某些人强多了。自己读那么多书，连个老婆都没有，读书还不如多挣钱。找个女博士老婆，相夫教子，比什么都强。见我没有说话，堂哥以为我心虚，刚准备加大马力嘲讽我，下一秒，一辆粉色帕拉梅拉停在门口，只见首富千金扭着腰，小跑着朝我扑来。Surprise， 宝贝，回家了，怎么都不说想我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端午节前夕，寂静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群聊，却因为英哥的一句话瞬间炸开了锅。堂哥，母后，我把公司里的小活交给副手了，今年我早点回去，把儿媳妇带回去给你瞧瞧。三婶李翠兰欣喜若狂，忙不迭追问是哪家的姑娘。堂哥语气轻松，仿若云淡风轻地回了一句：“就是个女博士，没啥特别的。”这话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，激起千层浪，瞬间把平日里潜水的人都炸了出来。三叔林大山跟着发声，先是一连串的惊叹表情疯狂刷屏，仿佛生怕别人注意不到这条消息似的。紧接着一条满是惊骇、极度夸张的语音传来，我就知道我儿子有本事，女博士啊，那可是高学历，以后咱家可有面子了。姑姑也在此刻现身冒泡，强子就是厉害，这找对象的眼光比那些读死书的强太多了，不像有些人书读的不少，对象却找不着。我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滚动的消息，眉头微微皱起，选择沉默不语。其实几年前，这个亲戚群都嫌有人说话，可自从堂哥走后门，当上公司的部门主管后，就时不时在这个群里炫耀闹腾，搅得群里不得安宁。老实说，我都想退了。而眼下，炫耀完的堂哥犹嫌不够，又发了一张与女博士的合照，照片里女博士戴着眼镜，模样斯斯文文，堂哥则一脸得意，手臂亲昵地搂着她，好似在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战利品。李翠兰一连发了好几个哇塞的表情，儿子你可太棒了，我就知道你准是家里面最有出息的那个。堂哥发了个微笑的表情，随后艾特我，林雨，你可得跟哥学学，别一天到晚就知道埋头工作，也该找个好姑娘成家了。紧接着又艾特我爸妈，大伯大婶，林雨的事你们也得催催，学那么多知识有啥用？到头来还不是给有钱人打工，早点找个媳妇生孩子，不然一不小心就剩下来了。我爸妈并未回复，堂哥不依不饶，紧接着又是一连串的艾特，见依旧没有回应，甚至直接开启了群视频。而我爸妈刚好在一起，思来想去，出于亲戚面子，还是接了这个视频电话。见视频接通后，堂哥立刻拿起一沓红钞票，对着李翠兰炫耀道：“妈，这是我给你的端午节礼物，别省着，尽情花哈。哎，大伯大婶来了，咋不开摄像头呢？哎，林雨也进来了，你的摄像头呢？是不是在工地搬砖呢？没事，大胆亮出来，没关系的。”旁边的李翠兰和林大山笑得合不拢嘴，脸上满是得意又嘲讽的神色。他们看向我爸，阴阳怪气地问道：“我说哥，你当初是咋夸你儿子的？什么学习好又孝顺，怎么现在成这副模样了？”呵呵，林叔，我什么样子？
我爸妈向来老实本分，只沉默，任由他们怎么说。可我却实在忍无可忍，终于开了口：堂哥打小学习成绩就不如我，每逢过年过节，亲戚们总爱拿我们俩做比较，都说我将来必定有大出息，而堂哥也就只能去工地搬砖。我心里清楚，堂哥对此耿耿于怀，可那些话又不是我家里人说的，何况都是一家人，他们为何要为了别人的话，对自家人处处相逼呢？可没想到，仅仅是因为工作特殊，我不愿和家里人讲，随口说了句自己在工地工作，这帮目光短浅的亲戚就误以为我毕业即失业，在工地落魄搬砖。于是我和堂哥的处境瞬间两极反转，身为主管的他是后起之秀，而我是把人生路走窄的书呆子。堂哥哎呦一声，仿佛怎么也想不到，在他正春风得意的时候，我竟敢站出来反驳。他眼睛瞬间放光，好似捕捉到了绝佳的机会，迫不及待地想要贬低我。咋着林雨，说你两句就不爱听了？我们说的可没错，你说你上了那么多年学，花了那么多钱，有啥用啊？到头来连个老婆都讨不到。李翠兰赶忙在一旁帮腔，就是林雨，你爸妈不容易，你得赶紧找个对象，让他们省省心。你瞧你堂哥多有本事，带个博士女朋友回家，这才是给家里长脸呢。我冷冷地笑了一声，说道：我上学花再多钱，那也是我爸妈心甘情愿，跟你们无关。还有，谁说我没有女朋友了？镜头里，堂哥立刻坐直了身子，满脸的惊讶，故作夸张地说道：我去，你也有女朋友了？这可太意外了，就你这种书呆子，会有人喜欢？阿霞，你说是不是？堂哥朝旁边喊了一声阿霞，很快那位女博士便穿着一身清凉的衣服出现在了画面中。那名叫阿霞的女子轻轻推了推眼镜，眼神里透着一丝高傲，嘴角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嘲讽，说道：像他这种一门心思扑在书本上的呆子，生活里一般都没什么情趣，有人喜欢才怪呢。堂哥听了阿霞的话，脸上的得意劲儿更盛了，笑得前仰后合，哈哈，听到了吧，林雨，阿霞可是博士，眼光高着呢，连他都这么说了，你就别硬撑了，赶紧跟哥说说，是不是工作不顺心，连找个对象都困难？要是缺钱，哥这儿还能借你点，别打肿脸充胖子。李翠兰和林大山在旁边笑得眼睛眯成了缝，连连夸赞儿子有本事，找的女朋友如此厉害，眼光就是与众不同。姑姑也跟着附和，说堂哥有能耐，不像我，除了读书啥都干不了。你们有完没完？见我被这般羞辱，我爸终于爆发了，一个小辈被你们几个长辈轮番羞辱，你们配得上长辈这2个字吗？林大山冷哼一声，不以为然地说道：干啥啊哥，开个玩笑都听不出来。哎爸，我可没开玩笑啊，我这是想叫醒堂弟，让他认清自己。堂哥嬉皮笑脸地说道。李翠兰和姑姑也赶忙表态，声称他们这是恨铁不成钢，想骂醒我。我爸气得直喘粗气，大声吼道：我的孩子用不着你们来教育。而就在爸爸那边麦克风打开的状态下，我还能听到妈妈隐隐约约的哭泣声。我当即握紧手机，双眼圆睁，唰的一下从办公桌前站起身来，而堂哥一家和姑姑依旧保持着冷嘲热讽的态度。哟，我老嫂子这是哭了，别哭啊，林雨，你看你把你妈气成啥样了，还不赶紧道歉？我紧攥双拳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思量许久后，对爸妈安抚道：爸妈，
端午节我回去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司一个至关重要的项目中，每日忙得焦头烂额。项目已然进入攻坚阶段，各种各样的会议、方案讨论，以及与合作方频繁的沟通协调，让我恨不得一天能有48个小时来应对。原本我压根没打算回乡，想着等项目圆满结束后，再抽时间好好陪陪父母。然而，家族群里亲戚们那副得意忘形、目中无人的模样，实在令人作呕。他们单独嘲讽我，我根本不以为意。我向来不屑于他们的眼光，也懒得跟他们夸夸其谈。但他们联合起来攻击我爸妈，这我绝不能容忍。我必须回去，在为父母争回尊严的同时，也让他们见识一下我的实力与底气。在我发完要回家的消息后，堂哥马上回应道：到家第一件事，哥请你吃大餐，记得带上弟妹啊！哈哈哈！我随手关掉手机，将其扔在办公桌上，正揉着眉心，苏瑶恰好走了进来。她满脸关切地轻声问道：怎么了，亲爱的？我没跟她详述事情的缘由，因为以苏瑶的性格，要是知道了，大概率会直接拉着我回乡。堂哥一家戴着有色眼镜，言行举止令人厌恶至极。我实在不想让苏瑶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，于是我不着痕迹地转移了话题，说道：没事，昨晚没睡好。对了，宝贝，天成项目启动会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小事情都已经吩咐人做完了，下午需要你亲自去一趟。我爸不太放心交给别人，不过你身体吃得消吗？要不我跟我爸说一下，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。我摇了摇头，表示自己没问题。天成这个项目太关键了，交给别人去办，我实在不放心。苏瑶温柔地握住我的手，笑着说：亲爱的，有你在，公司就像稳扎稳打的大船，肯定能顺顺利利。我爸总夸我眼光好，找了你这么能干的女婿，嘿嘿。我被苏瑶这话逗得笑出了声，回想起当初我们认识的场景，还真是充满戏剧性。我们相识于一场行业交流会，说来惭愧，当时我根本没有资格参加，是偷偷溜进去的。在别人高谈阔论的时候，我紧张地在台下记着笔记。关键时刻，手机突然没电了，正好苏瑶就坐在我旁边，我便向她借了个充电宝。后来台上那位行业大佬的发言越说越离谱，完全脱离了商业该有的样子。我越记越觉得荒唐，忍不住小声嘀咕了一句，没想到这一嘀咕被人发现了，差点被赶出去。是苏瑶出面保住了我，还提议让我讲讲自己的见解。当我讲完后，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，其中就包括苏瑶。后来我们俩互加了联系方式，一来二去渐渐熟悉起来，我也因此被引荐到了他家的公司。新年前夕，我们正式确认了恋爱关系。苏瑶既是我的爱人，更是我的伯乐。亲爱的，人事部前天刚提交上来一份博士生的简历，想让他给公司做学术兼职。我爸的意思是让你过目一下，看看是否需要。行，既然董事长安排了，我找时间看看。苏瑶点了点头，顺势坐到我的腿上，手臂软软地挽住我的脖子，撒娇说道：端午节陪我去澳洲好不好？我面露难色，满是歉意地说道：宝贝，端午节我想回家看看，都2年没回去了。苏瑶脸上闪过一丝失落，但马上又兴奋地说：那我陪你一起回去。我问他，这次顶尖学术交流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，你好不容易拿到入场券，放弃的话，不觉得可惜吗？苏瑶虽然是富家千金，
但一点也不娇气。他始终勤奋好学，在某些领域甚至远超于我。当时拿到那张入场券的时候，他高兴得又蹦又跳，满心都是对这次交流的期待。我既不想让他错过这次机会，也不想让他掺和进家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。苏瑶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凝视了我许久。好啦，那我们各自加油，端午节后再见面喽。不过今晚你得陪我去吃饭。我微笑着点头答应。好，吃什么由你决定。结束一天的忙碌工作后，我和苏瑶驱车前往市中心用餐。车上，手机提示音接二连三的响起。家族群，我设置了特殊提示音，以至于一听到这个声音，我连碰都不想碰手机。苏瑶满脸好奇，问道：“来消息了，怎么不看看？”我笑着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群聊消息，无关紧要。”可话音刚落，一通电话便打了进来。我一看，竟是堂哥。苏瑶就在旁边，我只得深吸一口气，接通了电话。电话那头，堂哥大大咧咧的声音立刻传了过来：“林雨啊，听说你在 A 市呢，是吧？我回家路过这儿，正吃海鲜呢。你要不要来？这大闸蟹可太香了，我还给你准备了袋子，吃不完带回去给你的工友们分分，到时候搬砖也能偷偷懒。”我眉头紧锁，语气冷淡地回了句：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苏瑶好奇地问我是谁打来的电话，我随口说是骚扰电话。对了，宝贝，你想吃点什么？吃海鲜吧。苏瑶俏皮地撅了撅嘴，紧接着讲了个土味情话，把自己逗得前仰后合。吃的什么鲜？是想和你长长久久的每一天，哈哈哈。在欢声笑语中，我们驱车来到了市区规格最高的一家海鲜会。这家海鲜会在全省声名远扬，海鲜的新鲜程度首屈一指，厨师队伍中60%以上都是高级技师，还有15人获得了法国蓝带厨师学院所授予的蓝带勋章。正因如此，这里的食客摩肩接踵，吃饭都得取号排队等位置。这不，刚到饭点，外面就挤满了人。亲爱的，这次我去停车，你先进去等我。每次都是你去停车，我都觉得怪不好意思的。苏瑶探过头来，在我脸颊上轻轻亲了一下，随后下车与我交换了位置。我叮嘱他小心点后，便朝着餐厅走去。我一踏入海鲜会，嘈杂的人声便扑面而来，昏黄的灯光洒在坐满食客的大厅里，桌椅摆放的井然有序，每张桌子都被围得水泄不通。正当我准备上楼的时候，眼角的余光不经意间瞥见了堂哥一家。他们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海鲜菜肴。堂哥正一边啃着一只大闸蟹，一边眉飞色舞地说着什么，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。阿霞坐在他旁边，动作优雅地用手拨开一只虾，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。堂哥一抬头，也看到了我，他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脸上浮现出那种一贯的嘲讽笑容。哟，林雨，还真来了啊！我还以为你不敢来呢，怕看到我们吃得这么好，心里不平衡。他的声音不小，引得周围几桌食客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。冤家路窄，世界竟如此之小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，没有理会他，继续朝着楼上走去。堂哥却不打算轻易放过我，他站起身，几步就走到我面前，伸手挡住了我的去路。干嘛呢？都已经死皮赖脸的来了，就坐下呗，还因为我说了你几句就不好意思吃了。我可告诉你，这里的东西贵得超乎你的想象，今天错过了，
可就没下次机会了。赶紧的，坐我旁边吧，我那几只大闸蟹还有些爪子没啃呢，里面有肉，你可以嗦嗦。这时，周围的人开始窃窃私语，对着我们指指点点。我只感觉脸上一阵发烫，不过这并非因为羞愧，而是被堂哥的胡搅蛮缠气得够呛。我目光冰冷地盯着他，说道：“别没事找事，大家都给彼此留点面子。”堂哥满脸难以置信，嗤笑一声：“面子？你都已经厚着脸皮来了，还谈什么面子？不是，林雨，你到底想不想吃？不想吃，你来这儿干嘛？”这时，那个叫阿霞的博士也走了过来，推了推眼镜，盛气凌人地说道：“林雨，你堂哥叫你坐下吃，你就赶紧坐下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，被认识他的人看到，可就不好了。”我被他们气得笑出了声，心想这两人简直不可理喻。我转身，神色严肃地对他们说道：“我是来吃饭的，我知道你是来吃饭的，那就赶紧坐下啊。”堂哥脸上依旧挂着讥讽的笑容。我无奈地冷笑道：“我是带女朋友来吃饭的，不是跟你们，懂了吗？”堂哥愣了一下，下一秒便哈哈大笑起来：“你带女朋友来吃饭？就你一个搬砖的，消费得起吗？林雨，打肿脸充胖子也不用这么拼命吧？等等，保持住啊！”堂哥立刻拿出手机，对着我拍照：“大伯大婶，你们赶紧管管林雨，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，还来这种地方装大款。”我怒不可遏，用力甩开他的手，质问道：“林强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堂哥笑得前俯后仰，哈哈哈，我就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知道来这儿吃饭得排队取号吗？我们可是排了2个小时呢。你这家伙装的还挺像，还说自己来吃饭，哈哈哈哈。听到这话，阿霞也冷冷地笑了一声，转过身去，好像觉得跟我站在一起很丢人。其他食客们也有不少人向我投来了不屑一顾的目光，仿佛在说：“连这儿的规则都不清楚，还假装来吃饭。”我没再理会他们，深吸一口气，继续往楼上走。堂哥鄙夷地切了一声：“装什么装？总有一天得把自己装死。上去吧，快上去吧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装到啥时候。”就在这时，大堂经理看到了我，立刻小跑着过来，满脸堆笑地说道：“林先生，包间已经准备好了，您这边请。”听到这话，堂哥顿时目瞪口呆，眼睛瞪得如同铜铃一般。阿霞也露出了一副惊愕万分的神情。等会儿，堂哥瞪大了眼睛，走上前来：“你刚说啥？包间？”大堂经理礼貌地点点头，回应道：“没错，先生，是包间。”堂哥忍不住爆了句粗口：“卧槽，为啥我们没有包间？”堂哥的质问让大堂经理一时语塞，不知该如何作答。堂哥不依不饶，咄咄逼人地问道：“你们包间包一次多少钱？没有额外费用？”大堂经理如实回答：“那我们为啥包不了？我要投诉你们店！”堂哥恼羞成怒，脸涨得通红。紧接着，他又把矛头指向我，说道：“林雨，你还真是下了血本啊！是不是调查过我今天要来这儿吃饭，所以提前好几天就定了位置？我告诉你，这证明不了什么，一顿饭而已，你还能上天不成？吃饭都得贷款吧？打肿脸充胖子的二货！”堂哥骂完，拽着阿霞就要离开，打包回家吃。跟这种人待在一块儿会气。两人狠狠瞪了我一眼，便转身离去。周围食客纷纷投来鄙夷的目光，仿佛认定我就是个爱装阔的穷鬼。我神色自若，从容地从口袋里掏出黑金卡，递给大堂经理：“安排位置。”
海鲜按标准上，我等人。大堂经理见状，立刻躬身行礼，小跑着去准备。这时，人群中突然炸开惊呼：“黑金卡！那可是拥有这家超级连锁店40%以上股份的人才有资格获得。”我还一直怀疑这家店从没开放过雅间预订呢，怪不得人家能进雅间，原来是身份尊贵到不行啊！不少食客听闻，纷纷心虚地低下了头，不敢再看我，嘴里还小声嘀咕着：“都怪刚刚那个二货带节奏，稍微动点脑子也能猜到能进雅间的人不简单。刚刚那个二货赶紧回来。”人家这身份，非得吓死他个王八蛋！说话间，苏瑶匆匆赶来，他碎步跑向我，亲昵地挽住我的手臂。抱歉久等，我们走吧。这一幕让在场食客目瞪口呆。突然，有人指着苏瑶惊呼：“这不是苏氏集团的千金吗？我在财经新闻上见过。天啊，我们刚才都瞎了眼。”人家这才叫般配，哪是刚才那对尖酸刻薄的能比的？苏瑶察觉到异样，疑惑地看向我，我笑着搂住她的腰。大概是今天的海鲜太抢手，大家都看入迷了。我们先去包间。华灯初上时，晚餐结束，我将苏瑶送回了家。苏瑶双手环住我的脖颈，眉眼含笑：“亲爱的，节后见。”木马话落，又像想起什么似的。对了，白天提过的博士兼职生，我稍后把简历转发给你，记得查收。我唇角上扬，点头应下。好，等我到家。苏瑶转发的邮件已躺在收件箱里，点开的刹那，我不禁嗤笑出声。简历上的照片，赫然是堂哥的女友阿霞。瞧着他戴着金丝眼镜的温婉模样，以及那洋洋洒洒的学术成果罗列，只觉可笑至极。原来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斯文败类罢了。我正准备随手删掉这份简历，这时工作微信收到了一条消息：“林总，那个叫叶霞的博士生，您需要线下面试吗？他的工作经历，我再给您发一份，供您参考。”人事随后发来补充资料，本想略过，可部门主管林强几个字突然撞入眼帘，瞬间勾起我的兴致。仔细翻阅后，才发现这两人的纠葛竟如此荒诞离奇。阿霞在离职原因栏大书特书，指控直属领导林强假公济私，蓄意打压。他将自己包装成坚守正义的孤勇者，字里行间满是愤懑与无奈。这下便能解释一个博士生为什么会看上堂哥了，8成是因为堂哥的职务之便能给他带来利益或者地位上的便利。现在他想跳槽到我们公司，8成是准备卸磨杀驴，甩掉堂哥。而堂哥最后的用处，就是被他拿来肆意污蔑，给他找下家当垫脚石，这可太有意思了。我回复人事：“谢谢，我收到了，等我这阵子忙完再说。”好的，林总，那我先通知他等等。另一边，我刚准备休息，家族群的消息提示音便接连不断。不用猜，肯定又是堂哥在炫耀吹嘘。他发了几张比手掌还大的大闸蟹照片，配文道：“看到了没各位，巴掌大的大闸蟹，吃着可爽了。”李翠兰和林大山立刻发了一连串流口水的表情，姑姑也赶紧随声附和：“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也就我们家强子有这福气享用啊。”堂哥找到了机会，立刻开始针对我：“那可不一定啊。我今天还看见林宇也去了那家海鲜会，人家还订了个包间呢。”群里顿时炸开了锅，众人不由分说地认定我是在装腔作势，甚至有人说幸亏堂哥先发制人，
不然我肯定要抢着在群里显摆。堂哥在群里幸灾乐祸，还特意我爸妈、大伯大婶，你们也多上心，挣钱多不容易啊！他就这么瞎折腾。李翠兰和林大山也跟着煽风点火。林宇，你要是有那闲钱，不如多孝敬你爹妈。你爹妈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吗？我微微皱了皱眉，立刻反问道：我爸妈吃过，每次回家我都带他们品尝没吃过的美食，只是我没发朋友圈的习惯。倒是叔叔婶婶，你们吃过吗？吹什么牛啊？还吃过？我才不信呢！我就喜欢分享，你管得着吗？堂哥瞬间暴跳如雷。我依旧淡定的回应：你这不叫分享，是显摆。林宇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就是嫉妒我。对，林宇，我看你就是嫉妒我儿子。你除了上过学，啥本事都没有。李翠兰和林大山开始连番指责，姑姑更是直接站到他们那边，质问我爸妈：哥嫂子，你们看看这孩子都被惯成啥样了。我冷冷地说：我这是最正常不过的样子。爸妈，明天我上午10点左右到家，先这样，我睡觉了。堂哥立刻回复：我明天开宝马回家。你开什么？垃圾？我懒得理会，只觉他的挑衅幼稚至极。4日清晨，我正打算自驾回乡，却见司机老张毕恭毕敬地站在一辆劳斯莱斯前，一见到我，他便躬身行礼：林先生，小姐吩咐我送您回家。我稍作犹豫，还是上了车。临近乡里时，一辆汽车突然从岔路横冲直撞地驶出，猛地撞上我们的车身，司机吓得脸色煞白，连忙下车，结结巴巴地道歉：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老张眉头紧锁，一脸歉意地扭头对我说：对不起，林先生，可能要耽误您一些时间了。我抬手看了看表，已经快中午了，看这里离家也就10几分钟的路程，我便独自下了车。处理完你就回去吧，我这次在家住2天。老张见我要一个人走，连忙阻拦：林先生，您就这样走回去？没多远了，没关系。可是这样吧，我马上再叫辆车过来。老张着急的要打电话，我抬手拦住他：真的没事，没多远了。说完，我便大步朝着家的方向走去。我靠，大劳就这样被撞了，太可惜了吧？哎，前面那个人是谁？我怎么看着像林宇啊？这时，堂哥开着宝马车，一脚油门追了上来，他单手搭在车窗上，与我并行，语气轻蔑：哟，这不是林宇吗？走着回来的啊？你走这么远，风餐露宿的，咋不给我打个电话，我捎你一程啊？另外，你可真是个装逼犯，都沦落到走路回家了，还穿得这么人模人样的。我停下脚步，看着堂哥和坐在副驾驶的阿霞，冷笑一声：谁说我走着回来的？是车被撞了，要处理事故。车被撞了？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堂哥眼睛左右乱看，突然指向后面的劳斯莱斯：不会是那辆吧？我点点头：没错。噗嗤，堂哥顿时捧腹大笑，副驾驶的阿霞也冷冷地扬起了嘴角。我说：林宇啊，你打肿脸充胖子吃顿海鲜就算了，吹牛还能吹成这样，坐大牢回来的。我冷笑不止，问他：怎么，看你不信，要不要跟我打个赌？好啊，谁怕谁？你要是坐大牢回来的，你让我干啥我干啥。我点点头，那咱们玩把大的，要是我输了，往后家族里的红白喜事，我负责随礼10万，并且在家族群里公开承认自己是个没本事、爱吹牛的人。可要是你输了，我要你和你爸妈在家族聚会上
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爸妈道歉。堂哥一听，得意忘形起来。可以啊，林雨把自己的格局一下子拉起来了。明显我赢了的话，得到的更多。我嗤笑一声，做人留一线，不然怕你红白喜事给不起。这话一下子激怒了堂哥。放屁，你都给得起，我能给不起？另外，你也赢不了我，就按你说的，谁输了谁道歉，外加每次10万里钱。我点头同意。定好赌约后，我直接给司机老张打电话。张师傅，大概多久能处理完？林先生，交警已经到了，对方全责，接下来联系保险公司就行。您到哪儿了？我去接您。往前一点，麻烦了。挂断电话，堂哥嘴上还在骂我装腔作势，但眼神里的不安早已暴露无遗。这时，副驾驶的阿霞突然小声说了句：“车开上来了。”堂哥一听，立刻通过倒车镜看，可能觉得没看清，又把头伸了出去。只见劳斯莱斯缓缓驶来，在他惊愕的目光中，停在了我的身边。老张下车，小跑着过来帮我开门。林先生，请上车。堂哥目瞪口呆，僵在原地说不出话。我冷冷地瞥他一眼，提醒道：“别忘了赌约。”随后上车，在引擎轰鸣声中扬长而去。劳斯莱斯缓缓开进村里，立刻吸引了不少村民的围观。姑姑正坐在门口嗑瓜子，见状也好奇地凑了过来。看清车牌的瞬间，她眼睛猛地瞪大，3步并作2步跑上前：“林雨，你是坐这辆车回来的？我就说你学习成绩好，将来肯定有大出息啊！”他那副见风使舵的嘴脸，看得人直犯恶心。我扯了扯嘴角，敷衍地应了一声，径直往家走。姑姑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，一进门就对着我爸妈天花乱坠的吹嘘，话里话外全是讨好。我无心听他聒噪，将备好的礼品往桌上一放，还没等我和父母说上几句梯叽话，姑姑就像只不停歇的麻雀，喋喋不休的非要拉我们去他家吃饭。爸妈架不住他虚情假意的热情，只好点头答应。谁知刚跨出门，堂哥就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，手指几乎戳到我脸上：“林雨，你可真够虚伪的，虚荣心作祟，居然租车回来充阔佬。”姑姑脸色骤变：“租车？不然呢？他一个搬砖的，哪买得起这么好的车？肯定是租的。”姑姑一听，立马反戈相向，站到了堂哥那边：“林雨，你连姑姑都骗，良心过得去吗？”我没理会姑姑，目光一直盯着堂哥，问道：“这么说，刚刚的赌注你不想认了？”“我认个屁啊！你这是作弊，故意坑我的，有种把行车本拿出来看看。”闻言，我满意的勾起嘴角，今日本就是要煞煞他们的势力气焰，这场赌局定要让他心服口服。我毫不避讳地对他们说：“车是公司的，董事长的专用座驾，今天特意送我回来，所以我没有行车本。”“去你的吧，还董事长的专用座驾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”堂哥依旧咄咄逼人。我不紧不慢地告诉他：“我是苏氏集团副总。”几人听了，先是愣了一下，下一秒就开始对我一顿狂喷：“你要是副总，我就是总裁，这话糊弄鬼呢，简直白日做梦。哥嫂，快管管你家这满嘴跑火车的儿子！”姑姑狠狠剜了我一眼，转头吹捧道：“你们瞧瞧林强，他是稳重，还娶了博士生媳妇，多有出息。林雨，你也该收收虚荣心，好好跟堂哥学学。”堂哥被夸得趾高气扬，鼻孔都快翘到天。阿霞就是看中我的才华，谁说博士生不能爱中专生啊？
我冷笑一声，没说话，目光又落在了阿霞身上。苏氏集团，你应该很清楚吧？叶霞听到我的话，堂哥立刻问我：“你怎么知道阿霞的名字？”我没回答他，就那样紧紧盯着阿霞的眼睛。阿霞像是陷入了短暂的思索，接着突然瞪圆了眼睛，满脸的难以置信：“你是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是？”下一瞬，他又慌忙摇头否认。堂哥一头雾水，追问缘由。阿霞哪敢吐露跳槽的事，随口搪塞：“没事，怎么可能没事？要跳槽这么大的事，能是小事？”我直接淡淡的帮阿霞把事情捅了出来，这让阿霞瞬间惊慌失措，再也没了先前倨傲冷漠的模样，惊呼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你就是那个林总？”这时，李翠兰、林大山他们也都听到动静赶来了，本想着好好抬抬自己儿子，再使劲贬低贬低我，结果到了现场，却看到这般尴尬的场面。他们完全被我们的对话搞得一头雾水。阿霞虽然惊慌失措，但很快她像是横下心来：“呵，你要是苏氏集团林总，那我们家林强就是苏氏集团千金的竹马了。不愧是高材生，确实聪明。”他大概也猜到了，以我对他的印象，面试肯定不会通过，还不如将错就错，彻底抱紧林强的大腿，免得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不过我可没打算给他这个机会，当即给人事发了条语音消息：“叶霞的简历我看了，觉得不合适，就算了吧。”然后我指了指阿霞拿着的手机：“等电话吧。”阿霞的脸色瞬间变得扭曲，惶惶不安起来。下一秒，他的电话就响了，他没有接，任由手机一直响着。旁边，堂哥皱着眉头：“阿霞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倒是说话啊！还有你，林雨，别在这儿故弄玄虚，有话直说。”我缓缓说道：“堂哥，你一直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带个博士女朋友回家就觉得高人一等，可你知道吗？阿霞接近你，不过是因为你部门主管的身份，他想利用你在工作上获取更多资源，甚至还想跳槽到我公司来摆脱你。”堂哥的脸顿时一阵白一阵红，难以置信地看着阿霞，可阿霞却矢口否认，他在胡说八道。你相信他是苏氏集团副总吗？要是副总，他会这么低调，任由你贬低？李翠兰和林大山夫妇听到了关键词，立刻瞪圆了眼睛：“副总？林雨，你还真敢说啊！我儿子这么优秀，才是个主管，你居然大言不惭说自己是副总！”话音刚落，一辆粉色帕拉梅拉缓缓驶来，堂哥顿时变了脸色，不过不是害怕，而是喜出望外。是苏氏集团千金苏瑶来了。去吃海鲜那天，我在门外见过她。林雨，这下我看你还怎么装！哈哈哈！堂哥一脸兴奋地跑了过去，见苏瑶下车，立马满脸堆笑，点头哈腰的鞠躬，说道：“苏总，您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！”怎料苏瑶只是冷冷地白了他一眼，便远远地朝着我挥手，声音清脆又带着几分嗔怪 ：“Surprise， 宝贝回家了，怎么都不说想我？”刹那间，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，尤其是堂哥，眼睛瞪得如铜铃一般，结结巴巴地问道：“你们什么关系？”苏瑶来到我的身边，我略带疑惑地问他：“你怎么没去澳洲？”苏瑶抿着红唇，轻握拳头，小声跟我说：“吃海鲜那天，我刚到门口就听到他跟那个女人一边走一边贬低你，我还以为是同名，晚上不放心，一查才知道他是你堂哥，这简直欺人太甚。
要不是我不放心让老张跟过来，还不知道你在这受这个委屈。敢讽刺我的男人，看我不好好收拾他。”原来安排司机老张驾车护送，本就是苏瑶的一番心意。听到这话，堂哥脸色惨白如纸，方才还谄媚地伸出的手，此刻僵在半空，进退维谷。李翠兰和林大山被这突如其来的反转惊得瞠目结舌，张着嘴却说不出半句话。姑姑则满脸懊悔，不停地咬着嘴唇，眼神中满是惶恐不安。苏瑶挽着我的胳膊，眼神中带着一丝挑衅，看向堂哥，毫不客气地问道：“这是我未来的老公，苏氏集团副总，用不了多久就是总经理了。现在看清楚了，那些冷嘲热讽的话，是不是也该收一收了？”堂哥依旧心存侥幸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他怎么可能是？喂，奇迹公司吗？你们公司的合作终止吧？为什么？就因为你们公司的林强得罪了我们公司的副总。”苏瑶当机立断，拨通电话，语气斩钉截铁。堂哥吓得魂飞魄散，脸色瞬间没了血色，慌忙摆手求饶：“苏总别啊，晚了，我刚刚给过你道歉的机会，记住。”林雨脾气好，我可没那么好说话。话音刚落，堂哥的手机便急促响起，不知电话那头说了什么。只见他如遭晴天霹雳，整个人瞬间面如死灰。能怎么样？我有阿霞，他是博士，我们一样能东山再起。兴许是堂哥受的刺激太大，已然慌了神，竟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阿霞身上，声音中带着一丝绝望的挣扎。怎料下一秒，阿霞嫌弃的立刻甩开了他的手，脸上露出厌恶的神情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都被开除了，我要一个废物有什么用？”堂哥、李翠兰、林大山和姑姑全都被阿霞的话惊得呆立在原地，脸上写满了震惊与难以置信。阿霞语气冰冷，毫无感情地继续说道：“我接近你，不过是想利用你的资源，不然你以为像我这样的博士生能看得上你这种虚荣低俗的人？”话音未落，阿霞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，只留下堂哥等人僵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这最后一击如同釜底抽薪，彻底击垮了堂哥的心理防线。几分钟前还在强撑颜面的他，此刻信念如镜花水月般破碎。堂哥双腿一软，跌坐在地，眼神空洞，满脸茫然，仿若行尸走肉。然而没过一会儿，堂哥像是突然回过神来，猛地站起身，几步跑到我面前，扑通一声跪下，双手抱住我的腿：“堂弟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，求你拉我一把，带我一起走向辉煌。”他的声音带着哭腔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脸上满是悔恨与祈求。紧接着，一条满是惊骇、极度夸张的语音传来，从范嘴里说着：“哥、嫂子，我们错了，求你们劝劝林雨，让他原谅我们吧。我们以前对不起你们的地方太多了，这次是真知道错了。”他们的额头磕在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，脸上满是懊悔与恐惧。姑姑见风使舵，立刻凑上前来，一脸谄媚：“哥、嫂子，像他们这种人根本不值得原谅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狠狠地瞪了堂哥一家几眼，那副见利忘义的嘴脸令人不齿。我神色冷漠地扫过众人，对爸妈说道：“方才我和堂哥立过赌约，道歉是他应尽的本分。走吧，爸妈，咱们去外面吃饭。”说完，我和苏瑶相视一笑，心中满是对这些人虚伪嘴脸的鄙夷。我们不再理会满地丑态，带着爸妈径直走向座驾。
准备前往市里。车上，苏瑶轻声询问我爸妈：“叔叔阿姨，你们不如搬来城里住吧，这样我们照顾起来也方便。亲爱的，你觉得呢？”我正有此意，如今身份已然暴露，像家里这些亲戚，肯定少不了上门攀附关系，被攀龙附凤的闹剧纠缠，不如趁早斩断这扭曲的亲情。我爸妈看着苏瑶，又看看我，欣然点头同意。他们对这个儿媳妇满意至极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在餐厅里，我们一边享受着美食，一边商量着未来的生活。饭后，我们果断地退出了家族群，从此眼不见为净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